他是中国唯一一位把老美打得心服口服的人，他被我们称为东方战神。就连美国5星上将麦克阿瑟被他打的都是五体投地。他一生持柄沙场，立下赫赫战功，是中国10大元帅当中打仗时间最长的一位。他虽然无儿无女，却是无数中国儿女心中最亲切的父亲。他就是彭德怀元帅。毛主席曾经赞美他说：“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今天是彭德怀元帅的忌日，阿波来到了湖南湘潭的彭德怀元帅故居，带你们一起来缅怀这位伟大的革命先烈。走吧，我们眼前这尊高大伟岸的铜像就是彭德怀元帅。铜像是1998年为了纪念彭德怀元帅诞辰100周年落成的，它的高度是5.1米，加上下面的基座总高是8.1米，寓意彭德怀元帅是我军的缔造者之一。基座为花岗岩山峰状的造型，寓意着彭老总与山河同在，与故土相连。花岗岩凹凸不平的外表寓意着他坎坎坷坷的一生。这尊铜像是中国军事博物馆著名雕塑家陈允贤设计。在铜像的后面就是彭德怀元帅的故居，我们现在就一起去看一看彭老总以前居住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走吧，这里呢就是彭德怀元帅出生的地方。他在这里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和少年时代。8岁的时候，彭德怀元帅的母亲离世，父亲重病，整个家里面一贫如洗，仅剩下的几间茅草屋还被抵押，只留下其中的2间作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地方。但是当时的房屋简陋到在下雨时，屋里跟屋外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里呢，是彭德怀元帅1916年入乡当兵，1925年至1927年用自己积攒下来的400块钱给家里的兄弟修建的，取名为三华堂，寓意彭德怀3兄弟分别是德华、金华、荣华，其中德华就是彭德怀元帅的原名。我们现在就到里面去看一看，走。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彭德怀元帅家里的院子当中，前面这里呢是彭德怀元帅家的堂屋，门楣上镶嵌着祁阳石雕刻的横额门匾，上面写了彭德怀同志故居7个大字。堂屋的正中挂着彭德怀元帅的巨幅照片，房屋的旁边就是彭德怀元帅的兄弟彭金华跟彭荣华夫妇所居住的地方。1949年10月，他们也是在这里被敌人残忍的杀害。这个院子里面还种了3种树，一种呢是葡萄树，它是1958年彭德怀元帅从外地捎回来种植的。1961年11月，他又在这里亲手种下了那棵柚子树。你看上面硕果累累，结满了很多的柚子，还有旁边的那棵柑子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他一生中打完了我们需要3辈人都打不完的仗，正是他把该打的仗全部都打了，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这里呢就是彭德怀元帅家里面的厨房了。他们家呢是有2个厨房，因为这个房子是后来建给他的2个弟弟居住的地方。这里呢被称之为东厨房。在东厨房的边上，这个房间上面写了一行字。这里呢是1958年跟1961年彭德怀元帅2次回到故居的时候，在这个房间里面居住。我带你们到里面来看一看。这个房间面积不大，但是一进来呢就觉得特别的温馨，是典型的湖南乡土的这种房屋的形式。这张床应该就是彭德怀元帅曾经睡过的床，这是他的一张办公桌。整个陈设都特别的简单。真的，我们的那些前辈们，他们省吃俭用，但是把很多的东西都留给了我们。墙上的2幅照片，一幅呢是彭荣华，是彭德怀元帅的2弟，另外一位呢龙国英是彭荣华的夫人。后面这里呢还有个房间，是彭德怀元帅回到故居的时候，他的警卫员曾经在这里生活的地方。因为警卫员睡在这里，也能够更好的对彭大元帅进行一个保护。那我们现在呢带大家去看一看彭德怀元帅的墓，就在他故居的后面。走吧。彭德怀元帅3兄弟参加革命，2兄弟壮烈牺牲，其中彭荣华当年在1940年10月份就是在这里被敌人乱枪打死，英勇牺牲。这里呢就是彭德怀元帅永归故土的陵墓。1978年12月24号，彭德怀元帅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1996年12月，彭德怀元帅的亲属遵照他的遗愿，将他安葬在自己的家乡乌石镇。整个墓碑的形状是菱形黑色墓碑，展现了彭德怀元帅一生刚正不阿、果敢智慧。这让我想起了张载的名言：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可能永远也达不到彭德怀元帅的高度，但是我们对革命先烈最好的缅怀就是传承，铭记历史，牢记伟人。关注阿波，下期视频让我们一起走进毛主席。